你最近是不是有 online video call？ 如果有，那你可能会用到 Zoom 这个 app 或者 software。如果你真的用了 Zoom 这个 app 或者 software， 那你一定要听我接下来关于 hacking 的分享，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导致你家破人亡。相信有看新闻的都知道关于 Zoom 被 hack 的事情。2020年4月头，新闻报道了500千个 Zoom account 被卖。Zoom account 的资料包括 email、username、password、meeting URL 和 host key 都可以在 dark web， 也就是暗网里面买到，有些甚至免费的。这样这些 email、username 和 password 被 hacker 拿到了之后，他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他们就可以进去人家的 video call， 偷听人家商业机密和打扰他们。就比如4月中的时候，有一名新加坡女学生在家用 Zoom 上课的时候就被 hacker 入侵了，然后传出不雅的照片，然后过后新加坡教育部就宣布停止所有老师使用 Zoom 来上课。但除了这个，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更加恐怖的是，很多人都用同一个 email、username 和 password 给其他 account， 比如 Gmail、Facebook、Instagram、Maybank、Public Bank、Shopee、淘宝等等。hacker 就可以用这些 email、username 和 password 来开你的这些 account。最严重的是 hacker 进了你的 bank account， 再把你的所有的钱转移或者消费掉。你看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这样，为什么 Zoom 的用户资料会被泄露？就是在之前的各种 account 和 password 被泄露的事件中， hacker 已经收集了那些 account 和 password， 然后一个一个在 Zoom 里面 try。当然 hacker 不会用手一个一个去 copy and paste， 这个过程是用 program automatic 放进去的。那我们来讲这些像 Google、Facebook 的公司是怎样处理 password 的呢？ Encryption， 也就是用 algorithm 来改个密码。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密码是1234556，经过简单的 algorithm 处理，就可能会变成24681012。你这样子看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个 algorithm 的处理方法就是乘2。把原本的1234556变成24681012。当然，他们真正用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algorithm 啊。Example， 原本的1234556都有可能会变成39177CD3F5JD， 或者更加复杂。这样我们接下来讲 hacker 是怎样 hack 密码呢？方法有很多，但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word list。就是 word list 就是 hacker 已经有一个 list， 装着几千几万甚至更加多的密码，他们再把这些密码放进去输入 password 的位置，比如 Instagram login page 里面的 username and password 的空格。hacker 就会用 program 自动的把他的 list 里面的所有 password 一个一个输入。如果你的 password 太简单，刚好也在 hacker 的 list 里面，那就很有可能被 hacker hack 进去了。这样 hacker 是怎样有这个 list 呢？第一， online Google password list。如果你去 Google password list， 你就会看到很多 password 的 list 都可以 download 下来。然后这些 list 就是那些很多人常用的简单的 password。第二 ，create 一个自动 create password 的 program。比如我要一个6个字长的 password， 里面有大小英文字母 A 到 Z 和0到9，我就可以做好这个 program。这个 program 就会把所有的 A 到 Z 0到9可能会出现的排列方式做出来。比如第一个例子就会是 A， 第二个例子就会可能是 A， 然后第三个例子就是 A， Z， 然后第四个它就接 A， 2， 就一直接到 ABB，BB，BC，B1，
A，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所以它例子会很长哦。这样我们讲避免这些问题呢？第一就是加强密码，你的密码最好不要有你的名字或者简单的 character， 比如12345或者 password password 或者 abcdefg 或者 qwerty 或者 abble， 这样的密码最好都不要用。然后过后就是你的密码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 capital letter， 就是大写的英文字母 ，small letter 小写的英文字母 ，number symbol， 比如 dash 或者逗号或者句号或者问号或者感叹号或者括弧或者开公引号或者%的那个 symbol， 你可以参考这个句子啊，就是 I 大号的 I get GED 73%。Marks NARKS in exam 问号感叹号，你看这个句子里面就已经有大号的 I、小号的 GED 跟 number 73跟符号%的符号问号跟感叹号，这样的密码哦，它就够长，也很多种类的 character， 这样就很安全哦。第二，不要用公共的 WiFi login 还是输入任何个人还是重要信息，比如 account password 啊、IC number 啊、phone number、home address、email address、date of birth， 有关系到你的个人信息的都最好不要输入。比如 hacker 也是用这那个 WiFi， 你也是用这同一个 WiFi 啊。hacker 是可以通过 WiFi 来从你的电脑或者手机拿你输入的信息。公共的 WiFi 就像 McDonald's、Starbucks 和 Shopping Mall 的 WiFi 哦，这些 WiFi 最好都不要用来输入你自己重要信息啊。比如不要用 McDonald's WiFi 来 transfer money 给人家，还是开你的 Maybank 的 account 来 check 你剩下多少钱啊，最好都不要用公共 WiFi 哦。然后第三，不要登入那些没有这个 log icon 的网站，有些 website 可能有这个 log 的 icon， 但是如果没有事的话，就不要随便进其他的 website 啦，因为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你被黑客盯上的可能性。OK， 我来讲，可能有些人不懂这个 log 的 icon 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看到这个 log 的 icon 啊，或者有些 website 是 HTTPS。Instead of HTTP 不了，这个 website 是 HTTPS， 这个代表这个 website 是安全的，尽量不要进那个 HTTP 的 website 咯。然后通常 HTTPS 的 website 也就会有这个 log 的 icon 啊，就代表这个 website 是安全的。然后第四，不要随随便便按人家 WhatsApp、email、Facebook send 你的 link， 因为当你按了这个不懂什么看起来不起眼的 link 的时候哦，黑客就有可能在你按那个 link 的一瞬间，在你的电脑或者电话里面 download 了一些 program。这些 program 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偷偷的打开你的相机拍或者录相机所拍到的画面，或者打开你的麦克风录电话所听到的声音，或者把你电话里面的资料、照片传送到黑客电脑里面，或者从你的 GPS location 就可以知道你住哪里，然后跟踪、绑架、打抢，你都有可能。或者打开你手机的 Instagram、WhatsApp、WeChat post 一些东西跟你的朋友借钱，或者用你的 Shopee、淘宝、Lazada account 买东西等等，没有 hacker 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OK，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想知道的，可以留言问我，还是如果我有讲错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在留言区讨论啊。然后现在立刻马上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 video share 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家人，尤其是比较长辈对这些科技比较不了解的父母，还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舅舅舅母、阿姨姨丈、伯伯伯母、姑姑姑丈等等，避免我们的身家财产被黑客偷骗，避免我们和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我是 Jeremy Chong， Thank you。